我对美国的改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失望。美国的专利制度保护的不是发明家，而是保护拥有专利的财团。很多专利的发明人、拥有人看到自己的专利被美国的老板、跨国公司囤积在那里，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自己的科学生命就终结了，很不服气，所以就带了自己的想法到中国来。他与其要和中国过不去，还不如和中国合作，但前提呢，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剑客陈平。我发现我的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的分析在国外流传也很广，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很关注美中的贸易战，他们很多人都是入了籍的美国公民。那么有些人可能会批评我了，陈平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本人不是。为什么？作为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物理学家，我的学习的对象是谁呢？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一个世界公民，对我影响最大的还包括 Prigogine， 他是一个俄国裔的比利时的物理学家，在美国又兼职领导了一个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我就发现世界上真正好的大物理学家、大科学家，大家熟悉的居里夫人，是不要什么知识产权的，是把他们的专利贡献出来让大家使用的。你们也没听说过牛顿发明的微积分要什么知识产权吧？不然我们现在都不能用微积分了。而且我非常佩服爱因斯坦，他不但发明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引力波，而且请大家注意，他是非常关心政治的。他是最早向美国总统建议，美国要抢在德国之前，首先要研制成原子弹，防止法西斯掌握。中国做原子弹建议，恰恰就是我的老师阎继慈，他在法国的朋友，也是法国共产党党员约利奥居里。约利奥居里建议钱安江回国的时候，一定要报告中国政府，要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要做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今天如果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对美国的批评多，对中国的建议多的话，原因也很简单，我对美国的改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失望。我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也在欧盟的邀请我的那会议上公开的呼吁世界主要国家必须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结果美国的虚拟经济扩张到比美国的实体经济还要大30到50倍，比世界的 GDP 还要大几乎8到10倍，然后才造成了不断重复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不但不改革金融秩序，而且把损失转嫁到其他各国头上，包括给欧盟和日本其他各国带来严重的损失。倒是中国自己实行了独立的金融政策，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要把中美的竞争上升到文明冲突，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对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而我提出来的代谢增长论和代谢经济学，包括在方法论上发展的复杂系统理论、经济复杂性的研究，都是要强调分工的协作，而不是强调分工以后维护现有的跨公司的垄断，或者美国霸权，或者当年英帝国的霸权，我都是坚决反对。那我也可以坦率地谈几点对美国的建设性的建议。美国现在在技术竞争上输给中国，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越是想用封锁的办法、专利保护的办法，不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来保持它的高利润，
那你就会倒逼中国发展。最好的例子，西方人都以为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是偷的西方的技术，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己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俞敏打破了苏联的封锁，打破了美国的封锁，然后设计出来的原子弹、氢弹效果还好，速度还快。美国关门的结果，它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技术，现在5G 的技术美国已经没有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的专利制度保护的不是发明家，而是保护拥有专利的财团。现在美国的专利审查非常松，为什么呢？因为技术进展太快，所以大量的就是登记一下，然后呢放手让什么？让赚了钱的人来打官司，谁赢了，这个专利的权就属于谁。所以肥了谁？肥了就像莱特希泽那样的律师集团，亏了谁？亏了恰恰是科学家和发明家。还有更多的公司呢，怕别的公司超过自己，就把专利打包强拍发展中国家购买。当年中国的这个 VCD 产业怎么被搞死的，就是被这个办法搞死的。我本来只有一个专利可以付费，我能付得起，我把一大堆专利捆绑强拍你买，那中国所有的利润还不够付专利费的，这个产业就死掉了。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专利的发明人、拥有人看到自己的专利被美国的老板、跨国公司囤积在那里，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自己的科学生命就终结了，很不服气，所以就带了自己的想法到中国来，或者到其他的国家来，把自己当年的主意再改进，又有新的专利了，又有新的东西了。然后你现在要说他是盗窃美国的知识，你说反了。实际上你是想绑架知识的创始人，而知识创始人到时候就跟当年的那个汉朝项羽底下的陈平离开那个项羽去投刘邦一样，我要另找高明吗？士为知己者死吗？所以美国大量的原创的发明在美国得不到利用，在中国得到利用，恰恰是美国自己的不合理的专利制度逼出来的。所以美国如果这专利制度要改革，那美国还有希望。美国不改革，我认为中国可以改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现在美国已经对中国大幅增加关税了，那么谁承担关税？如果是中国或者美国的大的企业，他有谈判的权利，他是不会自己来承担这个关税的。那最后这个关税的成本谁来承担？就由美国的消费者承担。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很严重了，油价已经涨得很厉害了。现在估计美国的日用消费品都会涨价10%甚至更高。这样一来以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也要乱套。所以呢，特朗普的许诺认为他在大选以前可以逼中国就范，美国可以小痛然后迎来大胜，我认为他的许诺一定会落空的。美国这个危机包括欧洲的危机，就是当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危机，得了富贵病是很难治的。但是我并没有说他们不可能治，美国社会有改的可能。但是呢，他如果要改的话，他也要改变国际上的重新的结盟关系。他身边那么多的敌人，他的敌人包括周边最近的拉美的难民啊，然后还有中东来的恐怖分子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啊，他会发现中国的移民是最守法的、最勤奋的，然后中国的产品是最价廉物美的。他与其要和中国过不去，还不如和中国合作，但前提呢，承认中国的平等地位。我现在发现美国越来越多正在竞选的参议员、众议员都得承认中国，让几亿中国人摆脱贫困，大规模的搞基本建设，有长程的规划，不是只有2年的这种短期的计划，确实是中国的经验，而且美国必须学，他们也承认很难学。他们承认这一点，就是这次美中贸易战
很重要的成果，希望这个成果能在下一代美国政治竞争格局里面能够发酵开花。好，谢谢大家，再见。